原创题材的人偶一直是我非常偏爱的啊，会有更多天马行空的想象，不拘泥一些 IP 啊或者既定的造型，又会有很多猎奇的黑暗风格的玩具。乐子是小，全是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玩排排齐。今天呢也分享一款跟大家聊过好多次啊，在展会上看到的见过的新品牌的新产品，来自于 WeirdMind Studio 出品的JOE and HARLEEN 不咋会读Behind the clouds are crowds and crowds of sunbeams shining for you, and in a little while the clouds will break and heaven will smile when day doth break。 不是一般货色啊包装上多说说啊，木盒子的造型还算常见啊，但是它上面这些花纹呢，包括一些装饰啊，我觉得搭配的特别好，就像是打开一本书一样啊，整个风格包括仪式感啊，我觉得都是拉满了啊。这个盒子我觉得造价不会太低，这我不想给它拉开啊，更想偷东西。技巧啊，回合依旧全新，原创玩具，带有自己世界观和故事的人偶，纸品我一直觉得重要的啊。打开看，编号卡片啊，这应该是蓝色的包装，蜡封啊，印了自己品牌的 logo， 就很透感很重，整个拆的。上面还有签署的日期啊什么的，这个卡纸很厚啊，质感很好。有点像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那种印刷的颜色或者说质感啊，实际上呢是一个说明书，线条非常厚重的绘制的痕迹，很好。一些把玩和安装的提示啊，还是很重要的，一定要仔细阅读啊。肉体不过是尚未被定义的构件，基本这个调调就是会有一些生化的题材了。全英文呢，这咋看懂啊 ？Smile and always be well。挺好的嘛，这就是快。He was made if you were his friend。行了，可以了，可以了。这有中文啊，小故事啊，不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海报像一个幻想中的那个城市的感觉啊，有点什么老大哥那种集权化的蒸汽朋克世界观下的那种城市。其实已经在2次 WF 的展会上仔细的看过这个玩具啊，但是上手之后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很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偶，就是非常有特点了。首先这个身形方面，体态上很纤细瘦长的高挑的这样一个形象啊，有点像那种都市传说中会出现的很奇怪那种高个子男人。服装上呢也是比较有英伦的这个气质啊，而且这应该是用那种真皮啊，好像是小羊皮，它这个质感皮夹克那种，而且没有做的很油亮啊，带一点古朴的旧旧的。上面这些扣子啊，刻画的也是比较细致。我很喜欢就是它这个肩膀部分啊，尖尖的凸起来，就很像那种邪恶科学家的一个样貌。鞋子部分以及手套部分，包括这个手臂呀、小腿呀，都有仿皮的这些个刻画。这个鞋子有点意思啊，有点抽象的，类似于个骷髅的感觉，实际呢像是被溶解或者被那种酸性物质腐蚀的一个效果啊，挺好玩的。像它这个手套以及手臂这个部分也有一些金色的点缀，手型也是和它的身形一样，都是比较纤细瘦长的。额外的话也搭配了6对啊，这个手套的刻画我觉得不错，手还挺美型的哈，实际你光看手的话不太像那手套的效果。它就很瘦的感觉啊，就是这个，对，它这个手套好像是紧紧的箍在上面，有点像那种手术的那个手套的感觉啊。然后这里呢，玩的时候有个小建议，小臂这里和手套尽量推到一起，把中间球形关节遮挡一下，以免露出来穿帮。
除去服装以外，最具特色的当然是这个头雕部分啊，属于说特别夸张啊，表情还有肌肉这个走向啊，非常的夸张，整体是一个很怪的形象。你侧面去看的话，它的这个下巴呀，还有鼻子啊，都是很用力的向前去延伸的，还有这个冲着你，对对对，而且那个喉结是提到了已经到一个平面的位置，要垂下来的那种啊，整体是非常扭曲和狰狞的一个脸，有点像那种美孔里面会出现的东西。好累呀，感觉这样，他要一直这么笑。对，你看他这个肌肉的走向，随着他这个夸张的表情，很立体的啊，这个眉头的部分以及唇下的这个肌肉的一点点凸起啊，很夸张。小胡子也做了单独的这个挑起的一个设计啊，立体感挺强的。牙齿部分我觉得是亮点啊，它这个牙的刻画精度很不错，而且会有一些唾液的那种亮晶晶的感觉。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么夸张邪恶的一张脸上啊，它有一对非常漂亮的蓝眼睛，很亮啊，尤其你对着光去看的话，很通透，很漂亮，算是一个反差啊。可能在它变成这副模样之前，也是一个比较帅气的人啊，搞不好。然后调整上倒也不难啊，就是后方打开头壳就可以调整这个可动眼了啊，这个就不多说。我觉得这个神态，反正你怎么调都会有一个不错的展示，因为本身的那个张力就很足够啊，很夸张，并且呢，在类似题材的这个人偶中，也很少见到如此生动和特立独行的头雕啊，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与之搭配的还有一个，应该说是个盔甲。风格上也是围绕这种蒸汽啊以及阀门啊仪表的一系列设备，前方呢有一个比较夸张的骷髅啊，然后像这个甲的缝隙之间啊，或者说拼接的地方一些焊接的那个痕迹啊，这个我喜欢。6根管道上面也有金属的阀门，小的仪表，上方能看到电线是外露的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凸显它这个设备器材有点像传出来的那种啊。翻过来的话也有一些气瓶啊以及这个阀门的设计，能看到3个磁吸可以直接吸附，姑且叫做背包啊，其实是一个类似于福尔马林的大罐子，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拍出来啊？不要期盼了，但是各种像人体的组织啊结构啊缝到一起套在这种福尔马林中的一个效果，而且这个组织也并不是只停留在表面的啊，它有一些断面特别的血腥，透明度该说不说还是挺透亮的啊，应该用的是那种低焦的工艺啊，没有气泡，我觉得费件率可能会高一些。喜欢这种猎奇风格和极度黑暗的风格的话能够接受，但是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特别夸张啊，但无论喜欢与否，它最终体现的这个精度吧，或者说拟真的这个程度还是很重的。然后后背这个磁吸的话，其实有一个比较贴心的小设计，如果你不想去连接这个大罐子的话，它搭配了2枚盖板做一个防穿帮的展示，不错的想法啊，好的想法。平时如果想轻装轻便一点的话，也有一个好的展示效果。前方也有2枚灯组的搭配啊，当然这就是一个选装的配件啊，你喜欢的话就可以给它直接插在上端。点亮的时候啊，记得先把外面这个灯罩扭开，里面这个灯组取出来，拧到头啊，这个灯就会亮起来啊。然后这个取的时候可能会比较紧啊，还是要慢慢来。亮度非常的强啊，最好不要直视。点亮之后就可以安插在前胸了啊。当然我个人觉得，如果不安这2个灯，铠甲这个部分会更加利落一些啊。你安装好之后，前方这个骷髅头看起来就有点像米老鼠啊，有点萌。当然这个亮度真的是非常猛啊，就像是在下水道中很黑暗的一个情况下作业使用的那种灯具。而且它这个灯罩也是仿照那种有点条纹呐、泛黄的玻璃质感。然后在骷髅嘴巴这里，它似乎也雕着一个类似于卷轴一样的设备啊，这边扭一下，里面像一个小胚胎那种感觉啊，也是蛮猎奇的。这要不说的话，我可能都发现不了啊，这一体性还挺强的。佩戴上注意啊，一定要先把头雕摘掉，这里也是磁吸的结构，轻拿轻放啊，这个头慢慢的把这个大的设备嵌套好。这里在安装的时候是略紧一些的啊，尤其前方的这个双排扣子
小心点不要给它刮到啊，保持和衣服水平。到了皮带这里也要注意一点啊，尽量往上推一下，也压在铠甲的下方。安装好之后要注意一点啊，整体会比较沉，而且重量是集中在上半身的。我这里建议大家先把里面附带这个地台拿出来啊，调整好位置，给它稳定好。这个地台要单独说一说啊，也是一个实木的材质啊，好像是黑胡桃木，整体这个木纹的效果很不错啊，而且它的切割上下分了几层啊，棱棱角角，非常的清晰。前方有金属的名牌，刻画的都不错啊。这个地台我超喜欢，而且你像它这个支架呀，也都是金属的材质，所以整体看上去很有一个陈列感吧。搭配这个人偶的话，有一个质感上的提升，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一个地台啊。然后在其他配件上，很夸张也是很独特的眼镜。3个镜头啊，像是夜视仪的那种效果，但是能看到上方啊有一个完全和真正眼球一样的结构，内置了磁吸，吸在头上就可以，线位保持的非常好啊。我是很喜欢这个造型的，因为它无论颜色上还是设计上，和它这个胸甲的搭配都很自然啊，基本就是成套系的一个东西。左手边的话，这边也有一个磁吸的结构，摘下的话里面就有一个像快门一样的那样一个造型。除去这个眼罩之外呢，还有一个防毒面具的设计啊，磁吸的结构贴上就可以啊，可以连接2条管道啊，尾端是插在这个大的铠甲上的。正前方2个比较通透的目镜，可以直接看到里面你所调整的这个眼神，一体性很强啊，这个搭配起来就像是完整的一套装备。然后在武器配件上有一把小枪啊，这个枪我觉得设计的很有趣，很复古。有个老电影啊，叫《火星人玩转地球》，那里那个外星人会手持的那一类武器啊，这个尖尖的一些这种插件的造型呢，也会用到比较通透的透明零件。这个不仅为这个枪带来了很多特殊的效果，也能让整个这个人物的造型多一些色彩。另外还有一个像是炸弹呢，或者什么地雷一样的小设计啊，搭配了3根手指啊，有点意思啊。顶端呢会有一个发条的小设计，把它拿在手上或者放到一边都可以啊，这个质感真的不错。另一个不能说配件了啊，其实是一个角色，他逝去的那个爱人，还有一个很残忍的一个改造啊，很久没有看过这么黑暗的这种配件。人体结构上方做出了这种从脊椎而延展出来的一些阀门呐、电线呐、穿线穿插的这种结构，铁皮包裹着那些打着钉子啊，围绕在一起缠在一起的，有点像捆在一起禁锢在一起的那个造型。脑壳后方这里也能看到一个乌突突的旧的这个透明零件，大脑的一个造型啊，这个结构，反正看点确实很多啊，但是能拍的地方能展示出来的地方不多，是病态的悲剧属性的心爱之人做成了一个和自己能一直陪伴的并肩作战的这样一个类似于武器啊。整体的强度呢，这些把手也做了一个提升，所以你在搭配的时候啊，握持起来拎起来更加游刃有余。单独也有一个这种实木的地台，再利用这个金属的支架插在这个肚皮上啊，直观的做一个展示。体验了一下啊，先说一些把玩的小建议。小的阀门啊，像气阀啊、仪表啊，这个都是延展延伸出来的，玩的时候小心啊，不要倒了摔到了或者磕到了。手型替换上是略紧一些的啊，你可以拿这个吹风机感化一下再往里插，连接好之后紧实程度没问题啊。设计上就是非常极端非常黑暗的那种啊，近2年的这种原创题材比较少见的啊。造型上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比较好啊，它的统一性和一体性比较强，就是这些配件在逻辑的关联上贴合的，在颜色的搭配上有点棕色啊，或者那种破旧铁皮的那种质感，所以说无论你怎样搭配怎样去穿，多一件少一件它都不会有一个很大的违和感，统一性比较强的。再搭配上它非常夸张的这样一个头雕，已经不能说是正常的笑容了，就能有很多比较丰富的展示啊。我还是很喜欢它的人物的这样一个设定的，
背包的搭配上，福尔马林罐子一样的带着一些残躯的，很考验人。喜欢的人可能会很喜欢，但是如果说不接受这个，讲道理也是比较正常的，因为肉眼看上去它做的比较真，放射的那种放大的感觉比较刺激的啊，整个这个配件。我觉得通透是一方面，它不光全是红的，这个对，它有一些皮，对，它有一些皮，还有你能分辨出来这个位置是哪里，然后结合着一些你分辨不出来的，你得说它呈现的这个质感，或者说想要达到这个效果足够了啊，但是风格上不能要求所有人都能接受，这是肯定的。当然了，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啊，就是2-3年的 WF 我都有关注到它这个产品嘛，其实做这个产品的人，这个设计师还是相对随和的一个人。相反上，他其实做的，你看他这个东西很激进啊，但是他在设计这个产品的时候，还有参考大家的一些建议啊、改进啊。比如说，他这个后背这里裸露出来这个磁吸啊，就有人建议你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这个盖板去给它盖住啊？还有像他这些眼球的改进啊，包括一些结构上的重新设计啊，他还是有照顾到大家的一个想法的。倒是和他这个比较激进的设计相反啊，还是挺有趣的一个反差。对于一个新工作室，又是原创人偶的第一款，这个产品我觉得完成度非常之高了啊！这种原创人偶统一的调性，这得益于它的头雕有一个特别突出的出彩的展现。再一个呢，就是各个配件在逻辑上还有搭配上不会有违和感。再一个，在世界观上，它营造的这种有点绝望的下水道中的这样一个角色啊，又引入了蒸汽朋克，而且看它这些纸品体现的似乎有一个更加庞大的背景，也为后续的这个产品做好了一个基调啊，可以再期待一下后续吧。如果你喜欢不同寻常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想法或者世界观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当然，如果你真的不接受，这个也是非常之正常的。我也不知道最终视频能呈现出来多少。然后呢，这一期呢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喜欢的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拜拜。